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啊。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急切的。那首先呢，老师跟大家宣布一下，好，那个我们的这个春季的补运法会啊，那我们这次办的在5月20日。那这一次法会比较特别哦，这希望大家能够参加的原因是啊，今年呢、那个神明恩赐是在天赦吉日来办理我们补运法会哦。天赦日啊，一年有大概6天的时间啊，这个是会有的。但是你要刚刚好碰上补运法会啊，这个事情就不那么容易了啊。这个好几年，我记得好像4、5年前有一次哦。那这一次就是刚刚好也碰到我们5月份了，有一个很吉利的天赦日，那神明就指示啊，这是我们的天赦日来举办我们的这次五方桃园离斗补运法会。那就是我们所有的报名方式啊，都在我们的下方哦。等下你结束再去看就可以，因为我们5月20号报名嘛，报名到5月18号啊，现在都是自动化的东西了。各位去报名，它时间到了它自动关，我也没办法。然后呢，这次啊，你只要报过清明法会的，那基本上你就勾勾勾勾勾，把你的卷组勾进去啊，那你就可以报名了啊。记得哈，一个人是一个报名费啊，不要勾10个人。然后说，哎，老师为什么10个人10个报名费？对，10个人10个报名费，好不好？哦，按人头的，好不好？那也不用分所谓的中国站或是国际站，好，全部在一个地方，我们一次报名啊，这样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好吗？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记得啊，这次补运法会啊是一个蛮难得的啊，因为它毕竟是有天赦日啊，天赦吉日，这是很好的。那尽量早报名啦，因为遇到后面了，你忘记的概率就越大。那我们的功课很早就开始做了，所以是说越早报名，那你名单提早在上面了。那我们在做功课的时候啊，当然都是可以享受到，你最后一天报名也是可以享受到，但是就是说我们持续的过程啊，其实是蛮长的，因为一般的补运法会是5天啊，老师把它拉长到了还蛮长的时间哈，不要问多久，肯定比5天还来得久啊。这个东西啊，因为在这个年岁不好啊，老师把这个功课啊跟科一量啊，老师把它拉长了啊，每天都要去做一些特殊的功课，然后来大家去增加我们的福运哦。这个事情是我专业的嘛，所以我就去做，好吗？好，那其他问题应该是没有哈，其他问题我也忘记了，还有什么问题吗？我应该没有什么其他事情了哈。那个4月份呢，老师可能会去一趟上海，如果有跟老师要约的话，老师跟老师联系一下哈，因为4月份有些事情老师必须上海去处理一下。好，那具体什么问题，什么时候去呢？这个还不知道，但是5月是不可能去的，因为5月你们黄金周嘛，这什么都贵，我去干嘛呢？我就不去了，好吗？你们就自己去了哦，你们自己玩，好不好？要去我的4月去把公务办一办了，就可以结束了。好，那我们开始我们这个礼拜的一个直播内容哈。那现在这一次啊，我们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跑到中国大陆去了。那很多人呢，当然简单一件事啊，其实身为台湾人呢，到现在就讲的很简单嘛，谁去大陆谁就是卖台，谁去大陆谁就是什么跟通共通共，对不对？那这个已经是一个常识了 common sense 的东西了。我不是要质疑我们伟大的党，还有民主的领导人啊，世界的民主灯塔，顺序好怪怪的，我讲错哪一个地方哦？这是啊，我们伟大领导人啊，6岁骑白马，7岁上白头山，然后9岁能够开弓射箭哈，不，那个是谁啊？那好像姓金哈，不是姓赖，好姓金哦。总之啊，不是质疑我们伟大的领导政府啊，就是说这个状况啊，其实你这个时候去啊，你基本上你没有什么实权啊，跟马英九那个时候比较不一样哦。马英九那时候他其实真正的权力是这一把抓的哦，他其实是比较不一样的。但是呢，这郑立伟他是没有实权的，现在也算是一个弱势的党主席，因为他的国民党里面的资源呢，其实是很不好的。说白了吧，新生代的都会支持郑立文，但是你老蓝蓝，这个东西基本上他就跟郑立文唱反调了。标杆人物是谁呢？很简单，就是赵少康哦，像这种老蓝蓝的这些人呢，他看不惯女人去聘鸡司晨，加上郑立文他本身的底子啊不是怎么干净，嘿，该怎么讲呢？郑丽文他是属于民进党转过来的，就他本身并不是那种血统纯正的，你知道吗？血统不纯正的，所以说啊，那个国民党其实有很大一代的一个中老生代啊，其实是蛮反感他的，叫他做事情啊，不给这些老一辈留情面啊，该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但是这个东西啊，其实我们要看啊，一个组织啊，它如果还有未来还有希望啊，就必须有这种中心之主。啊，你没有中心之主啊，或者你没有一个魄力的去跟你上一代的去切割，说你的手不能伸太长，或者我不能去保有你们的权利的时候啊，那么这个状况就会变成一个贵族化，那个我觉得对任何组织都不好啊，对任何组织都不好。所以说你一定要新生代的领导人，你有这个魄力去改变这一切。我觉得这个事情基本上，按照我们的这个历史的逻辑的框架来看啊，这个是比较合乎适宜的啊，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啊。当然各位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的，是你们的事情。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郑丽文他跑去了中国大陆啊，那这是很破格了。我说真的，不能说很破格了，但是实际上也真的是很高待遇，就是中国最高待遇了吧？我真的这么觉得。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子的一个格局来讲啊，那他不是经过层层关卡，是直接给你打到习近平身上去。我真的觉得他的诚意已经释放到很满了，因为一般的是说你这种
你这个本身没有什么实权的党主席啊，派一个国台办主任啊，或是什么一个，或是其他的一个副总书记啊、副书记啊什么之类的哈，找2把子、3把子跟你谈啊，我觉得也是够的。但是这次直接把他怎么样？直接由习近平啊，他总书记去见了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这个身份其实是一个很高规格的事情。各位，你不要小看中国的一个政治哲学哈。你中国有很多党，它不是只有中国共产党，你知道吗？这时候，比如说我去那个哪里啊，忘了我去哪里，我是去西安还是去上海，忘记哪里，到时候问一下金英老师。我开车这个什么坐车经过还遇到中国国民党党部，你知道吗？靠腰，我在中国大陆看中国国民党党部，当然他们中国国民党是他们自己的中国国民党，不是台湾那个中国国民党，好吧？这两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他们有各种的党，但是他们的党是没办法到执政那个那个层级啦，好吧？这个实在在这边，所以他们有各个地方的党，你不要中国觉得他没有其他党啊，但是其实有其他党的，只是有点像橡皮印章啊，这也是实话，他们有点像橡皮印章，但是呢。你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啊，无论你是政委啊，或其他任何的人啊，你要见到习近平，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一个事情。所以说，他把一个台湾省这个样子的地方啊，好，那他说台湾中国一部分嘛，那他们认为嘛，好，然后把你的党主席来，而且你还不是执政党的状况之下，好，给你这样破格的接见啊，我觉得是蛮了不起的。我说真的，这个是蛮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啊。好，所以说这个东西啊，我们要这样看，就是中国现在在于未来的对台湾的局势来讲啊。它现在要转向是比较开放的状态，因为你武统它一定没有问题的啊，这几次的这个围岛军演啊，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哦，他要任何时候 anytime anywhere， 还或者任何的一个手段呢、都可以完成对台湾的包围，所以他已经可以确定，就是说他武统基本上是100%可以成功。各位，你不小看过去的那个联合利剑的这个演习啊，过去联合利剑演习，这真的是在你家面前把你的门路都摸清楚了啊！你地上有什么东西，地下有什么水文，天空有什么样的防御能力，基本上人家是把你看透透的啦。不要小看那3次联合利剑了，那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那台湾海峡中线这个东西不但荡然无存了，甚至是我们东西南北这个4个海域啊，基本上人家可以随时随地保持包围。哦，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可以先包围后运补，这个其实他们是做得到的。那但是像日本就不一样了，日本的话，他只能在一个地方去给你单面的去给你做一些镇压，哦，那日本就不一样。但是台湾呢、基本上你把你围起来之后，围一次你反应不过来啊，你说这个一场误会，下次来我就给你好看。那第2次来，他已经把你包起来了，你还是说，这次是我大意了，对不对？我没有闪，是不是？那下次我就把你打回去，对不对？我们的国防部长都讲过这些话嘛，是不是？那到第3次把你围起来，那是你们太过分了，我们不予置评啊。到最后也是没有什么办法，所以说人家连续3次来啊，已经把我们所有能够去出逃的，或者是我们要去海外复兴运动的啊，基本上把所有路都堵死了。那既然都堵死了，那你是不是等于是说他武统已经确定他100%是完完全全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3次联合利剑里面看到，它是完完全全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没有任何问题状况之下，那它现在为什么还要开放呢？当然打仗是这么一回事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所有近代的战争，无论是你在泰国或者是柬埔寨呀，或者是你在这个俄乌战争啊，或者伊朗战争啊，甚至哪怕是你巴基斯坦啊跟你塔利班之间的战争啊，其实打起来都是大伤国家元气的啊。这个东西啊，这是可以确定的，能不伤元气，那当然是最好的。但台湾问题能不能不伤元气是不行的。那台湾只要被统一，它一定会伤元气，但是要伤到少，这个东西才是一个极致。所以说啊，之前有人说啊，老师，2026年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危险的？那其实我之前在年初的时候跟各位讲过，2026年啊，危险系数是比较低的啊，但是这车是只有2026年了，我没有说2027年了，因为整个运势来看是这样子的，加上我们的党的领导人，伟大的民主之子，我们的名字什么金孙，伟大的领袖啊，他本身的实力呢，今年是不错的。所以在这么不错的状况之下，他会不会有问题呢？这问题就不大啊，问题的确是不大啊，问题的确是不大。他只要不讲话啊，基本上这今年都是平平安安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震荡。那你说年底的选举是年底选举另外一回事啊，我只是说啊，这台湾整体的这个运势啊，随着我们伟大的领导人啊，他是属于比较平顺的啊，这个我们可以去理解这件事情。那么郑丽文这次回来，他带回来的一些惠台政策是什么呢？其实啊，它有很多啊，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什么呢？他需要能够国共两党产生一个沟通化的机制，也就是说呢，他认为是说，现在需要有一个人跟他谈一下理念啊，彼此的观念需要交流，这是不是好事？我说真的，这个是好事啊，你不能说啊，我们国共两个什么是汉贼不两立哦，那个几十年前的事情啊，其实已经该过去就该过去了。我说真的了，几十年前的事情该过去了就过去了。人家现在愿意
先低下头来看一下我们其实也不要去拒绝人家，武器是不能吃饱饭的。我说实在的，武器是不能吃饱饭的，你该干嘛还是干嘛。我说这句话是很实在的，好吗？那第二个就是说呢，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平台化哦，这个是不错，就是他们有青年团体啊，可以互相交流来去探访。啊，台湾呢，其实有很多的大学院校里面都有陆籍的学生啊，这其实各位应该都知道嘛。我们不是只有印尼的，不是只有泰国的，也不是只有黑色的啊，那个黄皮肤的也是来我们这边大专院校里面有蛮多的啊，只是每个人来的目的不一样，有的是卷过来的，有些是来这边学习看看我们有什么的，那有些人是仰慕我们的民主自由，他尊重我们的体制来的，也是有。所以说啊，这个其实你平台化之后啊，你来的地方来了之后啊，其实你就不是少量的，是有系统性的两岸互相交流。我觉得这个是件好事。但是最重要是第三点啊，第三点最重要的，它要推动福建沿海地区啊，在条件具备之下，跟金门、马祖做四通。四通不是陆海空加游泳啊，不是哈，四通是通水、通电、通气、通桥。这个这个事情是很厉害的哈，你要跟金马之间、跟中国福州那边进行了通水、通电、通气、通桥。我说一个实在话了，好不好？你这个4个一通了之后啊，那基本上金门马祖你不用去讲他说他有什么抵抗力了啦，因为你的生命就在人家手上了，你也通了，你也只能喝人家的水、吃人家饭、用人家的气啊。那对金门马祖的百姓有没有好处呢？当然是好处啊，对不对？你的价格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你价格不一样，而且你不可能有停水停电的问题嘛。对不对？你就没有停水停电的问题了，那你也不会有停气的问题，是不是？除非你要把它变成这个第一滩头堡，不然的话，基本上这四通是不会有问题的。最重要是通桥，对，连桥都有了，那么解放军走过去，那也就是开过去的事情，对不对？你敢把桥炸了吗？那你不行，把桥炸了嘛，对不对？炸桥你不炸自己嘛？这个没有什么优势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啊，金门马祖离福州那是非常近的。这真的是很近啊，那个不是说那个感觉上很近啊，那真的是非常近。我本身是马祖第2代，我还自愿去马祖当兵啊。别人惧怕的金马奖，我是手一举起来，我要去金门马祖。人家有外岛签，我手就立刻举起来，对不对？有马祖签，我立刻举起来。要确定是马祖签，我就立刻举起来。为什么？回家嘛，对不对？我老家在那个地方，虽然我去的时候已经没有家族人了，但是还是要去嘛。所以我们站岗的时候，一眼看过去是可以看到什么？是可以看到福州的，好吗？天气好的时候了，你不要起雾。你眼睛的天气好的时候，你是直接一眼可以看到福州的，好吗？而且你说在地上那些菜摊那边菜哪里来的？马祖当地种的吗？你信吗？有当地种的，但是马祖那个地你也知道，花岗岩岛啊，你要怎么种？能种多少？那种的肉跟菜哪里来的？有些事情不要讲，讲了就没意思了，你知道吗？讲了就没意思了。所以说阿兵哥每天都要去去采买，对不对？开了那个军用货卡去采买，你买到的菜跟米跟什么东西？米不是啊，米是国家有给的，对不对？那个菜跟肉是从哪里来的？想一下那个菜都哪里来的嘛，是不是？吃的是匪货，对不对？对，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对，阿兵哥有时候你去山下偷偷去买酒，对不对？买酒回来还是红星2锅头，靠腰大陆酒好不好喝？不好喝，我真的觉得不好喝。可能我喝到那个红星2锅头不是正港，不是正牌的，不然我真的觉得不好喝了。所以说这个就变成说，你这两岸之间，基本上你金门马祖，你只要是说有这四通之后啊，人家已经享受到别人立即性的优势了。那么真的要去收台的时候，那两边连防都不用防，对不对？你就直接是就地去缴械就可以了，因为你打不过人家。说真的，就算你没有这个四通啊，人家要打你，那也是一下子的事情啊。两岸之间的百姓啊，我告诉你，真的，比如说你去厦门吧，厦门那个地方，对不对？多少人是金门人买的房子啊？那个一拖拉股，我告诉你，很多人呢。是金门马祖的，他们早就在那个厦门、福州那边买房子，买一大片，对不对？有些人就是买很多，就买超多，他就是有这个眼光，对不对？说现在一翻了30倍、50倍不止的房价，为什么？因为他30-40年前买的，你拿他有办法？不，30年前了，没到40年，大概25年到30年前买的，就跟我认识的就有人去买了，对不对？所以人家赚不赚？赚啊，怎么不赚？是赚到爆炸，是不是？有人去深圳去买，对不对？赚到爆炸的东西。那躺着就比台湾你就活了3辈子还要赚的还多，就因为你买了3-5间房子，3-5间房子以前都才多少钱？那个没有价格的东西，好吧？所以说啊，福建沿海的条件之下，对金门马祖通水、通电、通气、通桥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当然后面的有些东西是废话，比如说9·2共识之上，9·2共识之上这个东西是必须的嘛，因为你没办法，人家这么要求，我们也只能这么去处理。但是现在一个中国的共识啊，是不是各自表述这个里面我在这次没有看到。9·2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啊，那反对台独的基础上，等于是说呢，他没有去特别强调一个中国里面是不是各自表述，而这个其实是有争议的地方。
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它可以符合检疫的台湾农产品啊，可以输入大陆去提供便利。所以说啊，这个很简单嘛，一定是说你包装上面要写中国台湾嘛，就这么简单的意思，对不对？你检疫合格，那你输出这个出入口上面你农民得亲自写那个中国台湾，不然你进不去嘛，是不是？要么你不要卖，要卖你就得这么干，对不对？你不能说我赚中国钱，然后我不服从中国的管束，那没办法，因为它上面就是要求你要这么写。所以说这个都是一个什么？你要钱你来，对不对？反正中国这么大，不差你一点，对不对？你要来你就得服从我们的规则。那这个你说对不对呢？很多人说这不是自降国歌，我说这个东西是有争议的啦，对不对？比如说你去到了那个阿拉伯国家，是不是？女生晚上那边喝酒跳舞，在路上跳舞唱歌，你会不会被抓走？会被抓走啊？你能不能说他侵犯两性自由？不行啊，因为人家规矩就是这样，对不对？就没有办法。去印度你就说开个牛排馆行不行？行啊，没人敢去吃啊，对，还可能被砸。那你说你是妨害我的饮食自由？你可以这么讲啊，但是你没办法，人家就是把牛当神圣的国家，就是很多事情啊，就是形势比人强。对，你要嘛你就服从人家规则，要么你就不要卖。人家也没逼着你卖，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事情。然后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研究符合的地区建设台湾远洋渔船停泊跟渔获上岸的码头。也就是说，在台湾捕台湾的籍的渔船呢、你捕了之后可以去中国大陆卖，就这么简单。就这个他讲的就很简单了。还有就是说呢，就是台湾食品企业在大陆注册食品输入提供便利，就是台湾的食品业你可以输入到大陆去，这边开一个公司，按当地的法去缴税然后呢，你就可以把东西卖过去了。这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这个东西，在我们之前的海南岛的状况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1、2了。因为海南岛它有封关之后啊，基本上它就欢迎各国家在海南岛去做生产、贸易、加工，然后呢，你再去做转销出去这个其实在以前在早期的在广东那个地方，或是福建那个地方都已经有试行过了只是你不能够外销转内销当时的那个什么，在做那个加工进口加工贸易你不能是把外销转内销不然你就要被罚很重的税。那现在在海南岛封关的状况之下，我们之前讲过，他就欢迎你来这边去做运行，那你转内销就是付税了，就没什么，就没有那么严厉的去禁止。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蛮有意思的这蛮有意思的。让台湾的渔船、食品业还有小额商品交易市场也就是说呢，台湾的一些文创产业你也可以照中国去开始做贩售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过去就有，不是现在才有的。因为台湾有很多人其实你真的打开抖音来去看，我告诉你，在台湾很多人每一天都在直播。在台湾以前是不能够在这个抖音上直播的，我说真的，那以前是不行。现在抖音开放在台湾大陆版的抖音在台湾可以开直播，那很多人就已经在那个比如台北车站或者环岛旅行或者各种吃喝都已经开始直接做直播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在找一个新的舞台，你不能说它是错。比如台湾有很多网红，现在也在中国去发展，你们说它错不行，因为每一个人生产的跟发展的空间，是不是？你要怎么去阻挡别人呢？如果在家里吃得饱，谁要去外面吃馆子呢？对不对？总是会有这个方面的要求去行为的，好不好？这个其实不是美化人家，我真的觉得是说世界就是这样，你越封闭了，你越没有办法进行更好的一个交流。那么其他部分呢，包含了台湾的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可以在大陆上播放，当然符合他们的标准。很简单他们标准就是那样嘛。所以说，台湾的一些文创产业，如果你想做，你得符合别人的一个标准。那最后一个第10点是关键我们刚才讲到了第2点是关键，那第10点是关键，什么样呢？它要推动上海市及福建省的居民赴台的个人旅游点。这个东西就玩得大了，我告诉你，这个等于说台湾的一个旅游业就有起死回生的空间了。我说真的啦，大陆这个东西你说它是不是一个经济统战？我说真的，它一定是经济统战，谁敢说它不是经济统战呢？对不对？你让人家别人吃得饱，人家为什么不偏向你呢？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它恢复了上海市跟福建省的居民赴台这个旅游试点，其实这是开了很大的一个窗口。为什么？各位你要去看一件事情，我就不说福建这么大的一个省了，福建其实它有分很多这样的一个区域比如说你有闽南我们是闽南语体系的嘛，对不对？它还有闽西客家人体系，闽北那另外一个体系，还有闽东，还有4块体系的它这么大一个地方，我们不说它有多少人了吧，对不对？我们就说很简单，上海市还有2200多万人，比整个台湾人少100万人。一个上海市就相当于一个台湾省的总人口，所以说人家从那边过来，那就说很简单一件事，他每一年多来一个100万人，再少一点多个50万的游客，那么对台湾的一个百工百业都是有帮助的。因为台湾现在的旅游产业真的是这是产业很惨的凄惨的旅游产业
对不对？你很多东西你不是说啊，有人说那个某某村啊，他就建设老旧啊什么的，你不能说别人建设老旧或者什么的。对，当然他是老旧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是你没有这么多游客的时候，你叫这些有那个游乐厂商，他怎么样去更新他的设备？他们一更新设备不是3000、5000给搞定的，他们更新个设备没有个300-500万，你更新不了一个设备呀、各位你要知道，那个大的游戏机具啊，你一动就是几十万的保养费，然后呢几百万的更新费，那个是很贵的，好吗？那个这种机械不是我们要2、3千块找个水电师傅来修一下就好了，没有，你要更新都是几百万起跳的。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么多游客的时候，你几百万能干嘛呢？对不对？所以你有访客来了之后，慢慢的去体验一下我们台湾的各式的软文化。哦，那我们也可以反统战嘛，对不对？宣扬我们的自由、民主、博爱嘛，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嘛？所以人家一来，那么我们的百工百业，尤其是包含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一些小吃，还有我们的南北货哦，这些东西当然很多原物料从大陆买进来的是没有错，但是你进了台湾之后，台湾再去做中盘、小盘去撒出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去怎么样呢？可以让我们经济给活络起来。所以说这个旅游啊是最重要的。哦，你说金门马祖通气通水通电通桥啊，这个东西是暂时性的，但是真正最重要的第10点，上海是跟福建省的赴台个人测试点，就是它每一天如果开放个5000、10000人，我告诉你这就有差别了，这真的是有差别。然后台湾的经济靠这个地方还可以起来的，比如说我们最简单一件事，台湾现在限塑嘛，对，我们塑胶袋买不到了，是不是？我没有去买了，我没知道是不是真的买不到，我去买5块钱一个还是买得到？那其他的东西是不是真的买不到？我不知道，但是少用一点塑胶袋也是一件好事。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很多事情啊，其实我们是可以从中国大陆直接购买的。那是你要他们那边不缺嘛，对不对？你跟他买，你其实是买得到的，可能贵了一点。所以说啊，这个货畅其流啊，其实我们就知道是说，两岸啊，其实你越想要分得越开，你越分不开，因为整个世界局势啊，进入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盘整期，你越想跟它切离，你越切不离，因为食衣住行你根本就没办法去分开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你说这里人回来，他得到有没有好处？其实说白了，别人设了一个局给他，那这个局来，你人来，我们就合了唱这台戏，这台戏唱完，那么我就给你带一些有用的东西回去，那么百姓有感觉到，那什么东西对我有用，什么东西对我没有用啊？吃饱最有用，对不对？过去我们在经济还很好的时候，肚子扁扁要挺阿扁，对不对？那个时候真的扁吗？不会呀、那个时候经济还有很多红利啊。所以你说肚子扁扁要挺阿扁，大家觉得没事啊，反正不会扁，不会真的扁嘛，讲讲而已，谁不知道讲讲而已，对不对？但是现在真的扁，是不是？你现在真的扁了，那一个便当你现在随便一个鸡腿便当120块以上，我之前吃90块的，它在5个月之间从90块变成100块，100块变110块，110块变成120块，短短5个月的时间，它就涨了大概30-40、40-50块，是不是？这很多事情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抵抗整个物价的飞涨，因为现在的世界不和平。各位要去理解一件事，现在的世界不和平资源都够。我们过去安和乐利的时代的资源跟现在的资源都够，而且还会更加的富足，资源够我们全世界人类去分享，但是政治不让我们去使用，好吗？这是分配的问题，好吧？这个是分配问题，就是其实就我说真的啦，你要真的去放开心胸去研究，比如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或者是说列宁的他们的一些剩余价值说其实很多的一个学说在里面啊，都会找到不同的一个验证，甚至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很多事情都是很具有远见的。但是这个是基于什么？人类都一直不断犯同样的错误，要的人要更多，缺的人缺的更庞大。那这个状况就造成了不平衡。我们要看老师的直播跟节目啊，就是要去了解，就是不平衡已经是个现实了，我们无力去反抗它，我们也不可能回到就是现在你还能够跟我一起一样正常呼吸的人。我们是在有生之年，包含你刚出生的小孩也是一样，我们有生之年是没有办法回到那种安和乐利，你只要出生我就知道我小孩子要考什么学校，以后上什么班，他会有收入，他可以成家立业。这个日子回不去了，回不去，那肯定是回不去的。所以我们只能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风往哪边吹，学会了摇风摆柳的方法你要摆到这个地方去，你要知道怎么样去顺着时势去走，因为大趋势你不可抵抗，但是你是活络的嘛，对不对？你不要坚持过去的模式，讲说未来一定会改回来，不可能的啦。大唐盛世也不会回来啊，对不对？满清那些贵族他也不会讲说哪一天爱新觉罗复辟啊，可能吗？不可能嘛，是不是？天皇有没有可能会重新找回实权？也不可能嘛，对不对？这个都是现实的事情。不过说真的，日本很多人跟老师吵，说日本万世一系啊，天皇永远是尊贵的。我就是说，还是想跟你讲一句话，你不要跟争日本，日本的天皇是一个超级傀儡的一个天皇。你说除了明治天皇跟他最早期的几任天皇之外，大部分的天皇都没有实权，都被那些比如说什么藤田家啊什么之类的把你架得空空的，你想干嘛都不能干嘛。那日本天皇根本就只是一个傀儡，对不对？你真的去看到日本的那个历史上面，还有天皇带头放叛的，带头
天皇带头反叛的去攻打那些权臣的，有没有？这还是有的，好吗？所以人类是蛮有趣的一个状况，越研究人类，越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蛮有志气的地方啊。所以说，从曾立文这个角度来看大概他一定被贴红嘛，就是说你这个一定是卖台中共同路人这个东西听过了各位去知道就可以，好吗？我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好，感谢徐老师，感谢徐老师，我们百万网红徐老师的赞助，谢谢。小米的年金董事长解说汽车工业，汽车工业很厉害的AI 咕噜，录 AI 咕咕嘎嘎，好了，我不知道你说什么。意识形态对抗无助台各领域进步了，真的是这样，没有办法的事情。为大陆开放，但台湾限制，所以开放有用吗？它开放了，如果你不接球，那这个民意当然就像你一样，你这么智慧，你就可以质疑政府嘛，对不对？别人也可以开放给我们，可是我们不收，那这个问题是反映到年底选举了，对不对？这个说对他们经济统战就很简单，你可以不接但是我已经开放，你不接那是你的事情我诚意是有的，不成交那是你的事情对不对？跟公司一样嘛，外面看我要签约了，但是业务主管说业务员你不能签，要挂我的名字，你觉得业务员甘心吗？这个东西就变成是说，大家去各自去酝酿这些事情，所以你的反应很好。大陆愿意开放，台湾限制，所以说你开放有用吗？那就看你民意的怎么去处理，因为今年是选择那个县市长的嘛，对不对？这个选择县市长，因为我跟我们之前所预测一样，之前我预测过那个什么，那个黄国昌他会出来选新北市市长，对不对？那现在不是这次柯文哲不就把他推到新北市市长选举了吗？是不是？那目前因为其他党派还没出来，所以我们先不做命令名人堂。但是基本上黄国昌的时运今年是不错的，好吗？他现在实力是不错的。不要说我支持黄国昌我觉得这个人我是不置可否。我说真的不置可否。如果按照我们法律本科来去看他的话，他真的是非常强大。我说真的，黄国昌老师如果按照法律本科来讲，他那个能力当一个风华绝代的大律师那肯定没问题的。他如果不在台湾在美国或在其他国家，也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一个律师合伙人，能力都非常强的。包含的是说蒋万安也是一样他们的实力其实都很强的。回台湾从政我真的觉得除非你真的是把理念挂在头上不然对到挣钱对到你自己个人的生活无论是黄国昌或是蒋万安其实基本上都是浪费自己生命的时候。在台湾从政，你是把你大好的生命给浪费掉了，你知道吗？真的是蛮糟糕的一个事情。来，所以说最后一次和平统一的机会，这个就算全部落实了，也不会和平统一了一定得要来一个武力去威吓一下了但是台湾人民怎么选择，交给历史好吗？交给历史其实，这就是这样吧。我们一直人，我不能说什么，到时候我要不要被查一些这奇怪的东西，好吧？我就不谈这件事情了。各位你要知道，在国安法的力量之下，有些事情我们像我们这种主播背后没有靠山的，我的靠山就是各位但是人家找我麻烦的时候，各位帮不上忙嘛，对不对？所以说有些时候我没办法就只能说各位就理解着吧，理解就这样子吧，好吗？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接下来最重要的是这个美伊战场。美伊战场的话，其实到现在是一个其实濒临破裂了濒临破裂的状况。其实为什么是濒临破裂呢？其实我在里面在那个刘业总论里面有说到如果你4月谈好，那么5月你也会扯皮。那4月开战，那么5月就会有人来去做协调。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各位应该可以看出来，老铁应该看得出来这基本上我一开始不看好它可以和谈的。为什么呢？我喝口咖啡，我们细细道来，好吧？来我们继续所以说它新一轮谈判其实到了今天是4月12号就今天那个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就说这个东西是没人能够达成协议的。所以说美国提出的最终方案给伊朗回应。那其实基本上这个事情都是幌子了其实我说真的啦，任何国家现在都看得很透美国跟你谈的任何你要跟你和谈的信号弹或是和谈的这些会议都是为了争取他们自己的一个运作的时间，所以他一开始就没有跟你谈的意思，对不对？比如说伊朗之前跟他谈那么多那些去核化的状况，隔没几天，美国的飞机不是飞过去炸伊朗的核设施了吗？对不对？你怎么谈？之前说要谈，那说那我们再慢慢谈，那就把你设施给炸了，对不对？后来说要谈，12日战争谈完了，然后那休息一下，然后呢，半个年之后把你哈梅内伊的内衣都给扒了，把你炸了，把内衣都不剩，是不是就没了？所以说，任何的谈判对于美国来讲都是缓兵之策让他有时间可以运作。那么伊朗的话，基本上我觉得，虽然他是说已经达成一个协议了，但是我相信他没有真正的去停手如果他真的停手的话，那我觉得他们的决策应该是有问题的。我个人觉得他们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有问题呢？因为其实
基本上很简单啦，好，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那个收费权啊，你的霍尔木兹海峡要收费这个事情啊，我相信啊，其实就是一个最底层的谈判。张老师把那个之前直播我们结束之后啊，后面其实我们知道特朗普说他就是要去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过路费嘛。但是伊朗看到这个金鸡母，他会同意不收费吗？不可能，因为很简单的事情，巴拿马运河在那个地方所显现的，对不对？巴拿马运河因为是美国建造的，所以说呢，你说美国去收费，然后后来还给巴拿马，那是他自己的一个政策跟政治上的考量。但是马六甲海峡呢，对不对？新加坡那边的马六甲海峡，新加坡呢，还是哪个地方你要收过路费？其他的你有办法去不收吗？啊，不行，对不对？因为它明摆都是可以赚钱的东西，是不是？既然可以赚钱，那为什么我要让给你去赚呢？就伊朗他也不可能放过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要收费，那他必须由他来主要来收啊，这个事情是一定是前提。他愿不愿意跟美国一起收？我相信，如果他们成立一个控股公司，他就前提是必须要把伊朗所有的制裁都取消掉。然后呢，承诺永远不犯伊朗。然后呢，霍尔木兹海峡按照什么呢？按照7-3分账，就是他伊朗7，美国3。然后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可以谈。但是美国肯定不能要3，因为他牺牲了这么多的弹药哦，那打了那么久的仗。然后如果你今天只拿到30%，那么不同意哦，肯定不可以。他一定全都要，你知道吗？他没有在说我只要一点的。那在这个状况之下，说他们谈判是不可能会成立的，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过路费实在太好赚了，明摆着眼睛看到，一年至少可以赚个几百亿美元，那是没有问题的。几百亿美元啊，那还是以美元去计算啊。如果把过路费变成人民币的话，那中国也爽歪了，伊朗也爽歪了。为什么？因为还用人民币买了中国光明正大的买了这么多中国的东西，而且自己还可以有时间再卖给中国，所以他可以光明正大去薅这个羊毛。对中国也觉得很正常，为什么呢？因为我给你我货币变成是说你过路费都要缴人民币，全世界要经过你的海峡的都得囤人民币。那么对人民币来讲，你是不是国际化就是躺着就赢了？这种上个礼拜所讲到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东西谈崩了，其实不外乎不是核弹的问题，因为核弹这个问题啊，人家迟早可以做出来的，你基本上你也防不了，人家也不可能到这个节骨眼了，然后把你核设施都毁了。而且这个美国的策略里面呢，还就是说让伊朗连核电都不让他给他哦，你跟核有关的都不行，对不对？弹也不能装一盒就变核弹了，是不是？好了，冷笑话，所以就不行，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变成说他一定得打，怎么打呢？一定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啊。在目前从4月11到4月12啊，美国还是持续向中东去征兵，所以说啊，这个目标是很明显的。你只要征兵，你就不可能和谈，对不对？你征兵和谈，那你不是白浪费这个军费了吗？美国这么强大的资本市场，他明明知道，就是说我只要兵一运过去，那么我就是得打，我不打，那我来回这些粮草运输跟我们这些士兵的加急，那不是白花钱吗？不行嘛，你一定得打，你不打不行。所以他只要有征兵，这个和谈是不可能会撤的。啊，各位如果有一直追老师的直播，就应该看到这个新闻啦。其实各位都应该有心里有底，因为他只要征兵就不可能撤。就像是他只要有运补，那伊朗一定会打，打不打？打了，为什么？因为他有运补，有运补你就会打，没运补就不会打。啊，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说，它空中力量包含的是战斗机啊，还有攻击机啊，都已经抵达到中东地区。那地面部队啊，那包含美国82空降师哦，它里面增加1500到2000个士兵啊。哦，会在这几天呢，它会抵达。而海军啊，还有数千的海军的力量，还有它的一个陆战队会持续过去。所以是说，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它有空降师，你空降师就是为了要去夺岛，然后要去占领滩头堡，你就需要伞兵，对不对？伞兵啊，伞兵，对，不是那个原神那个伞兵，好吧？哦，就是那个跳伞的那个伞兵。啊，你一定需要伞兵，所以你派了1500到2000名的士兵要去做空降师的时候，代表你要对他们的沿海做轰炸，然后呢这边建立滩头堡，然后呢要去实质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东西是已经可以理解，因为它增援的兵种就是这个，你增援这种兵种，那么你就要做这件事情的准备，但是能不能投放成功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伊朗现在虽然没有空中力量，但是它有地对空的力量。就说你真的去做这个投放这个伞兵的时候，对他们来讲啊，你可能就是天空的活靶子，你士兵还没跳下来，可能就被他打下来了。这个东西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在，所以他征兵代表说他已经要有决战，要建立滩头堡的意念，但是能不能成功那是两回事情。但是第二个重要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所谓的数千名的海军跟海军陆战队。海军陆战队我们上个礼拜有说过，海军陆战队就是为了就什么，也是为了夺岛啊，迅速的行动，但是后面跟随了海军。后面跟随了海军的这些士兵就很简单，第一个扫雷，第二个就是护航，还有第三个就是什么呢？歼灭你的一个按滩头的反击势力。
所以这个东西已经变得一个很现实化的一个热兵器的接触的状况，也包含了还有2栖攻击舰，还有美军第11海军陆战队的远征队，然后这个东西就一直不断的往东去做进行。所以说啊，他们的2栖攻击舰都有了，那么还要夺岛，到滩头堡，玩过红色警戒的都知道哦，这个东西代表他们一定要是玩真的要去打。那增加那么多士兵，就是增加了几十亿美元的成本，因为那些士兵很贵啊，这个包含后面抚恤、伤员，还有后面治疗啊，还有这些油料费啊、设备费都是很贵的，所以这一出去就是几十亿的战争准备啊，因为你不可能只去1天嘛，对不对？一去就是半年的时间，那你能不能活得回来也另外一回事。所以说，这个现在美国的征兵啊，其实你基本上达成协议的概率啊是微乎其微，就算有也是缓兵之策。但是呢，我们之前的一个短视频有说到啊，在这和谈之前啊，有一个人把它弄坏这件事情了。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情啊，基本上还可以为美军增加多一点时间。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就是纳坦雅胡。纳坦雅胡啊，他拼命的向黎巴嫩去进攻，那么黎巴嫩不爽，那伊朗也不爽，就是说你等于是说你前面跟我讲是说要跟我和谈，那你后面呢去打我的盟友，那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对不对？你打的是真主党，你要解除真主党的武装，那我只问你凭什么？你家的真主党武装是在你家家里面，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那这个事情就变得是说，那个纳坦雅胡像彭越一样啊，一边跟你谈，那我一边后面跟你打。那这个东西呢，这个彭越是站在霸王那个地方，现在霸王是谁？现在霸王就是美国。等于说呢，这个东西让这个事情谈不出来，所以这个鸿沟之约你是不可能达成的，那一定是得打。打这个东西就是变成4月份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打起来啊，一定是要有一定的规模，不然的话你这个事情解决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知道，美国它在这个月底之前呢，必须要去有这些那个战争的结案了比如是说。按照美国1973年的权力战争法案那美国是必须在那个开战之后48小时之内向国会报告，然后在60天内结束军事行动。所以说呢，你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必须在5月1号之前把这个战争把它处理完。那5月1号之前有没有可能把战争处理完呢？目前为止是不可能，除非纳坦雅胡现在这个官司他不顺。他被逮住了，不然的话，基本上你要说在5月1号结束，今天都4月12号了，你在18天之内想把战争结束，那个真正的刹车片已经被你干掉了，对不对？内衣都被你脱了，你觉得你有可能吗？就有一点困难这一点困难。所以说在目前的状况之下，你对美国来讲，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不能不去做，好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所以说美国国会授权状况有没有可能他继续授权特朗普继续打呢？按照逻辑来讲目前是共和党掌握了参众两院，所以说呢，他只要能够把参众两院的共和党议员都把他抓住，那基本上他还是可以继续授权的。但是个问题就在于是说，现在川普的美国民调只到37%，你只有37%的状况之下，你要怎么去是说让这些议员不倒戈？这个是一个问号，因为基本上你支持特朗普最大的力量是 MAGA， 问题是 MAGA 现在的态度就是已经是晦暗不明了。不是所有MAGA都已经继续支持特朗普的任何活动，还是有些始终就是无论特朗普做什么，他都相信是为美国好。这东西包含的是美籍华人的，很多人也是这样想只要特朗普要做的事情，那一定是正确的。这种人至少在MAGA里面目前为止最少都还占有60%到65%之间这是坚定不移的MAGA的信任者，他完完全全的把他身心灵都奉献给了特朗普。今天就算叫他老婆陪特朗普睡，他一定觉得特朗普有原因。对，跟童老师意思吗？就甚至就是一个信仰。你这样信仰的时候你献上祭品那个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他的世界里面神是唯一的这个状况是会有这个模式的。但是另外35%就是有这个疑虑，因为另外35%有的是资本家有些是农场主，有些是做贸易的，那这些人就产生了怀疑，因为美国优先状况之下是必须你打这场仗是为了美国，但是很明显的这次伊朗战争你打的仗是为了以色列，以色列把你拉进去了，所以说你才打。那如果你就是不是为了以色列，那么你一开始出兵的时候有没有讲我这次去就是为了要把霍尔木兹海峡给美国来管造成让我们自己本身有这个人员运输的权利也不行，这也不合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影响最大的是亚洲，不是美国，美国自己有产油，所以说你不去做这个行动，那油价就不会涨。那如果你说为了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再去的话，基本上就跟美国是最大产油国这件事情形成了悖论，美国百姓也不可能去同意，是说原来你是为了我好才打这个仗这个事情就不成立了原则上就已经不成立了。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特朗普必须要快，他不快不行。快的原因不是因为你参众两院有没有可能去否决他，因为即使否决，
各位要记得，美国的宪法里面也赋予了总统有那个行使否决权，就是你否决我的时候，我可以否决你的否决。懂老师意思吗？美国总统是可以否决参众两院的否决啊，一般来讲是不会，但是他现在按照宪法，他是可以否决的。所以说你即使是不会否决啊，基本上你也只是做给百姓看的，说我们尽力阻止他喽。但是呢，他不听。他不听为什么？因为宪法赋予我们的总统是有否决我们的权利，知道吗？否决我们的权利。所以说双否决状况之下，他还是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时间拖越久，对于期中选举，就11月期中选举来讲，基本上是绝对是不利的啊。因为现在很多州基本上你只要是民主党出来选，躺了就赢了。因为现在经济指数还有各种方面的一个成果啊，它比在拜登时期的状况还要差。所以说你是说他的赢选能不能去催眠所有的美国民众，甚至是大部分的美国民众说，你现在给我一次机会啊，让我继续维持参众两院。按照美国这个尿性来看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他的胜利啊，其实不容易达成啊。特朗普现在上了贼船，他赢的机会基本上是微乎其微。所以说一开始战争的时候，老师跟各位所说过，特朗普这场战争啊，就造成的是伊朗一定输，因为他是被打的那个，他肯定输。伊朗没有赢的空间啊，他被炸了那么多的地方，还有把他设备、百姓、所有的一些能源机构，任何东西都被炸了。所以说他不可能赢，无论任何形式上，伊朗都不可能赢。他只有是法理上的赢，但是呢，实际层面上来讲，他是挨揍那个，对不对？你被打了鼻青脸肿，手断2只了，然后跟我讲我赢了，你可以这么讲，但是现实上你还是输了嘛，这个很明白的事情。那以色列也不可能赢，对，这个也是明白的事情。以色列现在打得多猛，他以后就有多惨啊，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到。那美国有没有可能赢？美国也不可能赢啊，所以美国他打这场仗也是不可能赢的仗，因为你连塔利班都打不赢了，你不要打了伊朗这样子国家的一个政局。塔利班当时那是一个游击组织，对不对？阿富汗的这个政权是由美国扶植起来的，你连国家的能力的角度去跟你一起打这个塔利班，你都打不赢了，更何况人家已经是一个合法的政府，一个统一性的一个制度状况之下。你还把人家的内衣给剥了，对不对？把他内衣给没收了，然后呢，你要跟我讲是说你有办法去打赢他，这基本上是难的很难，非常难的状况之下。有人说老师你这样讲不对，对不对？委内瑞拉那个总统不是被他绑走了吗？对，但是你要绑到哈梅内伊，你可以绑到他，但是你为什么不去绑呢？就绑不到嘛，因为你一绑，你可能当场就被格杀。但是委内瑞拉不一样，委内瑞拉他把身边都买了，你这个问题能不能重复一次？不行。委内瑞拉总统啊，那个波索纳洛，他能够被绑架，那是他身边人叛变，而且叛变之后是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美国答应要付给那些叛变者的钱，他也没付，所以说你这个恶名远征的嘛，以后你叫谁帮你去绑架你的总统，然后你给他一笔钱，然后让他送你去美国过好生活，你现在也知道了，波索纳洛他就没有过了嘛，对不对？你的钱都不给人家了，人家跟你管人家死活。塔利班那个政府攻到阿富汗的时候，首都的时候，你那些跟随美国附随组织的人。多少人已经被处死掉了，还被酒足消消乐了？你有办法帮人家吗？也没有。真正跟美国承诺有去的，那十中无一啊，对不对？你100分选1才有办法。那这个事情，你说在伊朗身上再想去成型的话，如果他没把委内瑞拉的总统绑走，或许他还有机会。但是你把委内瑞拉的总统绑走了，那么你的在哈梅内那个地方，你有可能把他绑走吗？不可能，就你除了把他杀了之外，你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可能性。因为你只要被人家你要帮助美国，然后把哈梅内绑走，那你真的是体验到你十足消消乐了。不要说9足了，10足都可能消消乐。所以现在这个状况之下，这美国骑虎难下哦。我想要得到胜利，但是我也只能精神胜利。实质上，美国在这个地方已经花费太多，就变成是什么呢？就像你买股票一样，对不对？我投了100万下去，结果呢就快要断头了，那我只能补仓，对不对？那我就补仓，然后就变成摊平。补仓补保证金，然后摊平补保证金摊平。但是你现在告诉我是说，你干脆全部都认赔杀出了，我就觉得是说，我还借到钱状况之下，我为什么不摊平？因为股市总有一天会反转的，是不是？可以跟你讲很多宏观理论，跟你讲很多状况，所以我只要摊得够平，未来一涨，我就直接是成百上千倍的，我可以赚回来。所以说呢，继续卖房卖车，那继续给你凹进去，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赌徒心态了，你已经陷入赌徒心态了，你就觉得我只要凹下去更多的筹码。我就可以连本带利都可以赚回来，是不是？这个各位身边玩股票的人不都这样想，输了都想我要摊平嘛？真的能够壮士断腕的人不多，除非他投入仓位跟我也很少。我投入仓很少，输了就输了，对，不敢让老婆发现，对不对？那我就只能就摸摸鼻子认了，赔了就赔了。但是如果你是花了几百万，把你的身家性命都赌上去的时候，你愿意离开吗？赌场就是拿捏这个人性。
股市也是拿捏这个人性，期货也是拿捏这个人性。你只要有这个人性，你就没有办法从赌桌上离开。而川普现在自己把自己凹上了赌桌，他把美国的资源也凹上了赌桌，因为这些钱都是高利贷借来的，所以他觉得我只要还能够借高利贷，我就不算输。高利贷只要愿意持续的给我钱，那么让我赌下去，那么有赌不算输，我就继续赌下去就可以了。而高利贷是谁呢？美国公债。美国公债就是高利贷，因为债台高筑，你未来你根本还不完。现在的利率这么高，你怎么还得完呢？加上现在你又不可能现在降息，这个美国联储会已经说了，它不可能降息，它还有可能微微的涨息，要么就按表这个地方停了，要么就是微微的涨息。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请问你美国公债会更加美丽吗？不可能。如果你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收费成功了，他自己已经形成了制度了，别人国家也愿意说啊，算了，你只要公开透明的把钱给收了，我们就老老实实的支付你这个钱。油价会不会涨？油价一定会涨，对不对？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台日韩那是一定涨到爆了。对中国有没有影响？对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因为人家已经跟他签了低价协议了，对不对？你给我收过路费，他妈的不给你买，因为之前我跟你谈的过程中就没有过路费这件事情，是不是？要么你从国内管道运过来，要么你就直接让我通行过来，只要挂中国旗的，你就不要等给我收过路费，因为中国的石油都是国营的，他没有民营的，都是国营的。所以说这个状况之下就变成是说，那中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有问题就是台日韩，台日韩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亚洲国家，那都会有问题啊，对不对？那包含了印度那些都会有问题啊，但是对中国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那这个通胀来讲，就变成国际油价有问题。国际有问题，那就美国、欧洲他们本身的一个消费水平就会更加的困难，因为你涨的空间没有了啊，因为你不是赚更多钱而涨价，而是因为你的成本涨价而涨价，所以你上涨的空间已经没有了，但是你还不得不上涨的时候，那日子会过得更加的拮据，这个是必然的一个状况。很多人还是觉得欧洲是以前的欧洲，美国是以前的美国，那过不好那是个人的事情。我现在很老实告诉你，过不好那是历史的共业，没有办法。不是说中国一定强这个理论，我不跟各位谈这个莫名其妙的口号。我讲的是你整个世界在运行的时候，当你没有足够的一个产业去支持你的国家发展的时候，你必然走向衰弱。加上你的所有进来的成本是由别人去提供给你的，那么你一定会受制于他人，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中国它很早就开始做双循环，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早做双循环，但是他现在来看，双循环做的还真他妈有够及时的，不然的话他们自己怎么办呢？所有东西是给跟别人去进口的，那么有一天不给你怎么办呢？对不对？像油跟气他们现在没有问题了，加上中国3年前就已经把煤矿重新开启了，又不让煤老板全部重新复活了。它有煤、有油、有电，还有核能，他们还有自己的超级的那个小型的发电机 MA， 对不对？他们自己能够循环，加上它输出给别人的并没有设关税，别人要跟去做生意的，只要你没有跟我对等关税，我就给你便宜关税，我们谈个 FTA。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觉得历史的经济会往哪边去迈进？各位，你要去理解一件事情，整个世界的经济它是一直不断的换阵营的。比如说，我们知道英国工业革命，所以说英国的英镑曾经是世界货币中心。那么我今天问你第二件事情，英镑以前难道没有世界货币吗？有的，是什么？是荷兰盾，荷兰才是世界贸易的中心。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你可能40岁以下的不知道。以前的世界贸易中心那是荷兰呢，对不对？荷兰人呐，是不是？所以他有荷兰人飞行荷兰人号，很多就调侃荷兰人的市侩，你知道吗？说荷兰它以荷兰的荷兰盾，它不是只有郁金花，它是一个世界的货币中心，而是它自己本身的一个工业实力就是这么的强。它是跟英荷打战之后，那个荷兰的那个海军烂到一个爆炸，因为他自己把所有能力去运用在做生意上面了。当时的世界上有2万条贸易船在世界上不断的航行去做生意，对不对？5000条是英国的，15000条他妈是荷兰的，你知道吗？那是荷兰的船啊，荷兰就有这么大的贸易能力，但是他没有把钱拿去做军备，全部拿来做生意的。所以他跟英国打仗的时候一触即溃，因为英国有无级舰队，对不对？一出来把你打了吧7荤8素，是不是？所以说呢，他做荷兰就把这个世界定价权交给了英国。那英国后来为什么会强？因为他有工业革命啊。工业革命哪里来的？就是因为它的一个制造力的翻身，对不对？那后面当然你也知道，布林顿森林体系之后，那你所有东西都变成美国了，因为美国是工业的中心，对不对？因为战争之后英国打不了，所以美国变成世界工业的中心，所以他们有所谓的休斯顿啊，会有更多的一些底特律啊等等之类的啊，不断的去造各种的航太工业啦、汽车工业啊，或者是各种的工业水准啊，不断的出来。
有了钱了，我就发现要过好日子，所以说资本化之后，就把这些代工的东西交给了台湾，交给日本，交给新加坡，交给马来西亚，交给泰国，交给印尼，交给越南，越战打完之后再交给越南。所以这些东西都分发过去之后呢，每个就开始进入服务业。所以说呢，他们的自己的供应给别人状况之下，他们会不会有问题呢？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老子拳头大，因为我的一个军事工业是非常强的，对不对？这英国有无敌舰队，美国它不是有无敌舰队的，它陆海空他妈都无敌的，对不对？三军无敌的状况之下，你跟我讲什么？你哪里不管我就他妈揍你，比如日本不管我他妈揍你，然后就给你一个广场协议，你还屁都不敢放一声，是不是？那个菲律宾、泰国，我他妈玩死你国家，掏空你国家的一个财政银行系统，你怎么样？你的屁也不敢放一声，对不对？我现在做最低关税战，然后弄死中国，你敢不敢放屁？我们家拉坨屎不是给你放屁的，直接在你门口拉屎，有本事你跟我拉一样大的，就变成是什么？因为中国的军事实力跟美国是不相上下的。我是说这个实际话是这样，你守卫的能力讲，他们两个是不相上下的。没有一个国家他们会想说中国跟美国开战的时候一定是谁赢，没有办法，只能说中国去打美国，那一定是美国赢。但是美国你打得进中国吗？打不进的了，打不进的了。中国现在打台湾，美国也救不了；你打日本，美国也救不了，都救不了的了。只是大家互相牺牲的状况，愿不愿意接受？中国要打谁，美国都阻止不了。除了打美国，美国可以阻止了中国，但是问题还在这里。这么强大的一个军事实力，他跟俄罗斯要背靠背，你要跟他怎么办呢？叫俄罗斯打中国吗？俄罗斯不是傻的，他妈的，我打赢乌克兰，我打得要死要死。那我现在帮助伊朗，我也觉得有点力所未逮。然后呢，我现在还跟中国打，你干脆叫我直接去自关东南支来的好了，对不对？所以整个世界上面呢，我要去看他有没有能力去支持这件事情，看的时候他们自己有没有这个经济实力。所以说，很多人说这个是三战的开始，三战的开始。我说你不要去想三战了，因为大家都穷到不得了了，穷到骨头打鼓了，你拿什么钱打仗？没有钱打仗。美国可以参与二战，他是来收尾刀的，对不对？他的二战是收尾刀，他不是举全国之力打二战，而是他已经到了经济变成一个死水的时候，他需要二战来盘活这盘水。所以说，美国那时候就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对不对？他本来英国他是最大的债权国，他现在变成债务国。为什么？因为英国也欠美国钱嘛，因为协约国也欠美国钱嘛，对不对？所以说现在美国本身工业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实力了，那其他东西仰赖进口，那么很多事情就溢价钱都没有这么高。所以这个我们要去理解，看为什么要打这件事情，因为他自己已经下了这个赌桌，下了赌桌的人他是不会轻易离开赌桌的，除非输到裤子都掉了，那么他才不得已要回家去筹钱，不然的话这个战没有办法谈成，好吧？这是我这边的看法，好吗？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经过站在这里是早就讲了哈，天文觉得也许马祖早已告知，马祖跟马祖只是爱百姓，他们有不爱政治好吗？马祖爱百姓不爱政治好吗？政治这个事情不要问马祖，马祖是爱百姓，他是一个慈悲的神。马祖啊，那个马祖娘娘啊，她真的是一个大爱之神啊，我只能说她大爱之神啊，对，她只爱百姓哦，她是一个庶民之神。他可以高高在上，但是他愿意关照庶民啊，说这个事情是比较特殊的，让他管政治是不对的，好吗？好了，不长命祸害1000年。今年国际股市会暴跌，有这个概率哦，有这个概率，但是你不要一开始想要做空，好吧？现在不是这个时间，好吗？现在只有拿黄金最好的时间，好吗？澳籍华人 Mega 更夸张，真有意思哦。有些时候就这样子了啊，有些是这样子，就是他自己认为这个信念的。我跟你讲，跟政治是疯狂的人，你不要想把他唤醒，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只要让他觉得说你现在想是错的，他等于他否定他自己。没有一个人他自己的心理防线是可以否定他自己的，好吗？一日三省吾身，那是只是说我自己才知道我自己可以否定我自己。但是你告诉我是错的，然后我接受，等于是我接受你告诉我前半辈子信仰东西是错的。我告诉你，这个很难，这个很难。这个是非常难的啊，这个是非常难的。你要就要改弦易辙去说啊，这个我其实我是一个华人啊，但是我们应该冷静，我们是一个第三种族，我们要冷静看这个局势，不可能。他认为他自己就是白人，我只是困在黄种人的皮囊里面，但是我精神是白人，对不对？我根本就是一个投错胎的地方。我现在透过移民，我把我自己矫正了过来。其实我的肉体根本就是错误的，我就跟放错男女性别一样，上帝开了我一个玩笑，证明看我是不是真的够白。我告诉你，这种人多了去了，他见的东西见到的人可多了啊。那种信仰的坚持就是我就是伟大的白人，好，他就是有这样的想法。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甜甜圈嘛，
田中健就这么认为，他认为他是一个美利坚公民，他就是应该行使公民的权利，他是要带领美国民众去革命，你看他行不行？对不对？精神上已经错乱的时候，要讲这些是办不到的事情了，好吗？太平真的很危险，是没错，是这样子，好吗？以色列总理这个我们将会谈到，哈梅内成为烈士，面对，这没有错，你要变成圣人化，这没有办法了。特朗普8次这点如何？我没看呢，对不对？你这个提醒很好，这2天我看一下，好吗？我们星球的心主要在海外观察中国的物价，世界通膨不匹配，物价也不可持续，是这样子没错。认为中国货币开始升值，由升值带来抵消中国国外经济的摩擦，也是美国，这个当然是有这道理这个有这个模式在。天价付美国军购，留着接受台湾，看买不见军火烧火锅，没办法，人家要给你保护费，你给不给？对不对？那有时候说真的啦，你不能全怪政府为什么要去跟美国买军火，他能不买吗？对不对？这么多人等这笔账，对不对？你能够不买吗？这笔钱很多人要分的，不是只有美国要分，很多这个军火的回扣里面，不能这样讲，哪天我被人家抹杀了，没有说，我就说，这笔钱很多螺丝钉是需要用到的，对不对？你像以前看那个《The World of War》这个战争之王，对不对？尼可拉斯凯奇说的，不是我说的。这个枪，它到从螺丝帽、枪托、子弹，哪怕它那个皮革，都有它的价钱存在啊！我没有说台湾有人收回扣，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意思是，那些军火商很多东西它的每一个地方，包含每个地方都有它的价格存在。所以说，你看东西不是单纯的军购，而是说谁要这个军购，谁需要这个名目而已，好吗？这个这样讲话讲这边各位懂就懂了。这个我没有说我们的这个国家有收回扣，没有这个事情肯定是没有的。我们在伟大的党领导之下，依照我们的台湾金孙跟我们的民主英雄世界的灯塔那肯定没有这个事情的。我们的所有采购人是光明正大的，好吧？不可能有这种藏污纳垢的事情发生。什么拉法叶剑，他妈的国民党时候的匪徒的一个状况，好吧？那是国民党害的，好吧？这样讲就可以了吧？好吧，就懂了好不好？就这样子了我也不能说什么最后我们讲看那个以色列其实以色列这个问题其实跟美国是挂钩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它现在的弹药，各位知道它是消耗非常庞大的，但美国的弹药消耗也是非常的庞大的。而现在美国，如果你先说他现在要去把他自己的战斧飞弹或是他其他的一些弹药继续的补充上去打这场仗，那个是有困难的，因为它年产量是没有办法去达到是说年产1000枚去做使用，那是现在是没有这个办法，因为它战争一开始的1个礼拜，它就花了1000枚的一个这个导弹过去了比如说你的那个巡弋导弹。那但是呢，这问题就是在于是说这个巡弋导弹它库存量，比如说年产，光库存就2300枚，那它打1个月就已经花了1000枚，说后面还能够去打多少，那个是有争议的。比如说韩国的萨德就被移走了。所以很多状况之下，就变成是说你的军火在其他地方的驻守力变低了，那么其他的盟友会觉得不安心，因为这个军火本来你承诺放我这边来保护我了，结果你拿去打你自己的仗，那如果我这边人翻脸，他妈你叫我去死对不对？那就不行，你知道吗？所以但是呢，他能不能补充？补充不了。虽然特朗普一直说我要花钱去补充，给你一个国家队，但是实际上做军火它需要的东西是很多，包含了晶片跟稀土。所以说不是你有钱你就一定可以做到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代表是说你真的没有米，有时候是你没有锅子，你没有锅子，你有米他妈也没用，你懂我意思吗？你说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去说立刻就做出来的，你能够立刻做出来的，不受制于稀土跟晶片的，尤其是成熟晶片的，那么那个东西都常规武器。如果你只是常规武器，你对中东战场上来讲的威慑力是不够的，你必须有尖端的武器，尖端武器你一定用到芯片跟稀土，这2个你是避不掉的。各位，他新闻上没有讲，但各位你要去理解，你作为一个导弹，你不可能没有晶片，你也不可能没有稀土，那么怎么办？你做了 F-35、F-22、F-15，你能够没有稀土吗？都是要稀土，稀土现在这么好买吗？到处都有，但是你能够用得到吗？又是一个争议点，因为你也不够纯嘛，不够纯，那就有些东西是不纯不能用的，你知道吗？不纯是不能用的，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多的争议在。所以说现在这个东西边谈边打边打边谈，说美国军舰呢，在今天还是昨天呢，都通过了，昨天吧，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伊朗有没有出手去攻击它呢？没有，为什么？因为1、2、3、4、5，伊朗纸老虎嘛，也不是，那是因为在美国军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还在谈判期间，万事还没有宣布之后，我们没达成共识，但是我们还在谈嘛，还在谈。我过去你可以警告我，你可以骂我，但是你不能打我，因为我们在和谈。说美国通过这个军舰，第一件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有本事你打我来呀，你打我呀，笨蛋，是不是？你打我呀？
那第二个方向就是什么呢？第二个方向就是说，向美国百姓宣誓，我的军舰过去，伊朗他妈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对你屁都不敢放一个的时候，那我是不是我就赢了？对不对？所以就变成有这样的宣誓的效果。但是之后能不能再一直来往的就不一定了，因为现在谈不好了，你他妈再来，搞不好人家真的打你。伊朗真的会打，他不打了，胡塞组织打你拿他怎么办法？胡塞组织不是政府军啊，对不对？你说革命卫队，你还可以说是政府军，是不是？他妈的那个胡塞组织跟真主党妈发几个导弹过去打你，你在沙漠中捡到导弹，你怎么办法？对不对？打你怎么还不用跟你妈报告？那你就很难说了，好吗？因为海峡太短了，所以说你要去防空，你就得花很多钱。那后面会不会再去前进后退？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些争议在的，也包含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那边呢，伊朗放了很多的水雷啊，很多水雷。那这么多的水雷状况之下，其实你要嘛就是扫雷，不然的话你也不要过去啊，你只能到他们指定的航路过去，因为在伊朗指定航路以外的地方，它是有那个水雷的。那你自己过去，你觉得抓不到我，开快点，那么爆了，你知道吗？你开快点就爆了，所以也不行。也不行，所以这个东西是控制在这个地方，伊朗必须对你带路，他带路的地方就是没有水雷的地方，他没带路的地方，你敢去，你他妈就爆了。说人家是有办法去给你开这个航路，而且保证你不付钱是不行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变成是一个紧张状况之下啊，一时之间美国也无法顺利的排雷啊，这个是我们知道了。说当美国他自己没有办法顺利排雷，他也没办法这么好的弹药状况之下，那么以色列他现在的战线就变成是一个很危急的状况，因为以色列现在还是对这个伊朗跟黎巴嫩继续持续的去作战，但是他基本上他可以说是防空能力不到20%的，甚至不要说那么早了。我们客观一点的，他防空能力不到30%，等于说你现在人家打过来10发里面你7发他妈拦不住，你只能防最重要的3颗，对不对？但是如果人家10颗都是精准的，只命中同一个目标的时候，那么你还是一定没办法防御他，因为他一定打得到。所以现在状况之下是基本上他是没有什么防空的武器，他只能什么呢？以攻止攻。我们现在可以讲的很简单一件事情啊，你说大太阳湖是不是莽撞？是，它的确是莽撞，但是他现在如果停下来，就是别人喘气的时候，别人一喘气，沙漠中又可以捡到导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意思啊。他这样停下来，沙漠中捡到导弹，那么他还是一样无法回防，因为他的大卫投掷所，他的这些所谓的铁穹啊，这些无论是火箭弹或导弹的，都没办法去补足，因为美国自己都必须调他其他地方的军火来的时候，那么他就能够去帮助以色列的概率就那么的低，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你既然他大卫投石手跟萨德都已经用的差不多了，那么你后面如果不打，别人就会来打你，说他必须打。但是能够打多久，实际上你也很难打多久，他只能打到什么时候？打到希望有一天他真的翻盘了。所以现在萨坦雅胡他也在赌桌上面，就变成一个德州扑克，我就在这个三角画面里面，我根本逃不出来。虽然3个人里面有2个人已经在联合起来去坐实另外一个人牌，对不对？炸金花把你炸掉。但是问题是谁知道伊朗后面还有2只手在后面呢？后面一射手，每个这不就有个导弹，一个射手过来，又有一个晶片，对不对？所以变成是说，伊朗它本身它原物料哪里来，其实不言而喻，因为它只要绕开美元体系，那么它可以源源不绝达到这些，无论是稀土，无论是晶片，无论是任何的军事武器设备，它都有2只莫名其妙的手伸到它自己裤兜里面，把东西放在你的口袋里面。这边是我们可以去理解的一个状况，它是可以一直不断的获得到。所以说2个人连在3个人的牌桌上面，2个人已经达成同盟，但是伊朗他本身后面的手也太强劲，所以你说他打得赢很难，但是不打也不行，不打纳坦雅胡就只能糊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他希望在现在状况之下，把那个黎巴嫩给打糊，把叙利亚给打趴，然后最好呢把伊朗给打怕。那这样子状况之下，他可以获得更多的缓冲地带。但是你的只有往前推进的能力。今天我们把土地要把它打赢之后，你要把它守下来，这是一件难事。因为你打赢了，你必须把新的土地，你必须要有制度，你必须要有防线，你必须要有运补，你占领下来的土地才能够维持。所以说，为什么你今天乌克兰反攻回去之后，那么那个俄罗斯一旦退了，他还可以再推进？那是因为你占领之后，你来不及去把你的这些就防线布置好，你只能在争夺中去取得。对，你这是争夺取得，那你这个地方永远是争夺的地方。那么问题就是，以色列他现在即使就把黎巴嫩土地1/10给吃下来了，把加沙走廊吃下来了，今天吃下来了，他明天会不会被打回去？打不回去也没问题，他就天天发火箭弹，就打你那些屯垦的人，你怎么办？你继续往前打吗？你有这个钱吗？你有这个实力吗？所以现在问题就在于说，以色列他自己不打不行，打了也不行。
说他们也是绑在赌桌上面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以色列有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刹车机制呢？还是有。所以我们知道在4月12号，大概今天或明天吧，应该算明天吧，纳坦雅胡就被开庭了啊，就是说他是不是有贪渎？贪渎这个东西啊，我们可以从世界历史看到，只要一个总统啊被指控说你在贪渎或者叛国，基本上就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给你体面下台的机会了。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地方你除了被暗杀之外，你没有其他路可以走啊，你没办法了嘛。比如说我们就很简单一件事情，甘乃迪所有东西做的事情是百姓拥护他，但是权贵不拥护他，是不是？你就只能被暗杀掉。那暗杀你的人又被暗杀，后来10年之内，所有参与指导这情报的人也都暗杀了，对不对？你就只能接受暗杀，要么你就下狱，你就只能下监牢，不然的话没有地方可以保住你。所以现在给他一个体面，就是你贪污你下台，关个3-5年，你出来带着你的美金，你要去哪里逍遥那是你家的事情。但是现在如果要止损，他就只能去使用说法律的工具，然后把你弹劾下台，你骂骂咧咧，但是把你关在牢里面，你是最安全的。这种人你在牢里面是保护他最好的方式，因为他到哪里都会有仇家去找他。那么在牢里面待个3-5年，锦衣玉食，过一段时间之后再把你假释或者释放出来，那去美国哪一个小岛上面去渡此缠生，当他的亿万富翁有没有问题？那也就没有问题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可以从纳坦雅胡他这个开始被起诉的贪污的状况啊，就很简单，就是你差不多该下台了啊！你再不下台，大家收不了场，你必须下台。怎么下台？我们帮你找好了台阶，你要么就顺着下台，你不顺着下台，那我们就只能让你不体面下台。就他有9种方式让他体面，对不对？所以说，就看他们的武状元要不要让这个老爷体面下台啊！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好吧？好，不好意思，讲超过时间了，礼拜6的事情我们就不谈了哈，不好意思啊，今天跟大家接任5分钟的时间，好吧？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哦？小乙炔稀土，当然这个没有办法得到，中国不卖嘛，没办法的。白沙屯妈祖今天起价45万人，是啊，妈祖这个他来拯救一下台湾了，是真的。整个台湾是因为现在在中国的地方啊，东北下暴雪，然后他们的中部啊，比如武汉那边下大暴雨，说很多事情啊，这个在今年啊，其实水太多是一个问题啊，这水太多是一个问题。那当然需要我们妈祖啊，保护我们台湾这个土地啊，能够风调雨顺吧啊，只能我们希望是这样子，好吗？关系老李，然后伊朗导弹找到他，这个就不知道了哈，应该是不会啦。我跟你讲了，纳坦雅胡真的被抓起来关在牢里的时候，伊朗不会打他的啦，因为打个落水狗没什么意思啦。那个你把他打落水狗，跟别人去打你哈梅内是一样的。最好的方法是怎么样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好好在监牢里面，然后呢，就当做没这个人啊。政治是很现实的，你往死里去打，其实没有意义。最愚蠢的就还是说那个去把哈梅内找出来，你知道他在哪里，你就不应该去打他。你警告他可以，但你不能打他。你打了他，你要其他反对势力怎么讲？那没有办法了。我今天讲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那个很多人就说啊，那个找我们的这个什么，找我们伟大的台湾之星如果被人家斩首怎么办？我告诉你，人家不做这么傻的事情，人家有这个能力，但是人家不会做那么傻的事情。你真把他斩首，你说会不会跟哈梅内一样的结果？那也是会的，好不好？哦，从哈梅内一件事情来看啊，就是说。所以说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就觉得放心了，因为现在被斩首概率低了啊。那个破索纳洛也只能被绑走，但是他也不能够把他斩首。你一斩首就变成一个圣战，你圣战嘛搞屁啊！你别玩了，神格化了。你跟一个神格化的人，其实他之前做错什么事情都把他被神格化了，对不对？蒋中正是什么好人吗？不用，他死了神格化。孙中山是什么好人吗？那萝莉控，对不对？死了就神化了，是不是？很多事情都是死了之后变神化，对不对？这没办法的事情，好吗？好，来，感谢各位今天收看了。那最后我们还是提一下哈，我们的今天已经开始了我们这个05年的我们岁次05的什么五方朝元天赦还离斗补运法会啊，就天赦日的时候，我们这个神明指示我们天赦日就给大家补个运。那已经开始报名了，那也没关系哈。那明天老师会贴出来朋友圈，会贴出来LINE通告，也会在之前我们参加过清明法会的朋友，我会发一个电子邮件。也让你能够收到，我们的所有制度会更加的完善啊！现在你报名所有的一个查询修改，你都可以自己来了，好不好？老师把那个功能补全了啊！你要去修改你报名的眷属，还有是说你今天写错了，我今天不是要这个方法付款，我换一个方法付款，你在你的会员后台也可以去更改啊，不用找老师，你自己更改就可以了。因为这个系统老师自己写的，我自己写的，我他妈想怎样就怎样，对不对？速度还比以前快多了，就是不用转圈圈了，说它会跑就会跑，因为没有什么图了。我把图都全部去掉了，都文字，好不好？办一下就过了，好吗？
那另外我们的神棍门大课堂哦，包含了八字啊，包含了通识班啊，包含了我们的风水班，都已经有了这个助教，我们的学正军的助教。那这个风水部分呢，可能还是有需要加强的，但其他部分呢，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啊，如果你发现那个学正军给你回答了不行的，一样啊，学正经的下面啊，你跟他问他答案，他不接，他你觉得不好的，你可以在下面跟老师去联系，然后刘老师去把他去教育一下，好吗？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以色列还能站起来吗？这个我们最后补充一下好不好？以色列会不会站起来？以色列啊，基本上按照目前的经济理论来讲，结束战争，他没有10年回不来啊。他的基本上，因为他要把他的房子盖回来。还有投资者信心。如果你只把房子盖回来哦，你只是把硬体做回来，2年就够了，2年他就可以把它盖回来。因为以色列小嘛，它被炸的东西不多嘛，就不过几间房子、几个车而已，那不多，对不对？那个是可以修的。但是你要让这些外部的资金去同意进去以色列里面投资，同意进去里面不会被打，大家会害怕，所以他没有10年，他没办法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啊。这个是可以跟各位讲的，好吗？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